来啦。别这样，拜纳那个人我也知道有多难对付了。他要是不松口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这边过得去吗？勉勉强强吧。今天也算是稳住了阵脚，但是被收购的股份已经达到了16%，在外人看来，其实跟崩盘没有什么两样。你要加班吗？可能要忙到明天早上了吧。我陪你吧。喂，让云师彤接电话。谁？云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存您的电话。戴总裁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直说了吧，红顶表现得不错，实际上超出了预期。我决定修改一下游戏规则。您的意思是？苏氏会停止对红顶的收购24个小时。您说的是真的？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你有个好丈夫，珍惜吧。怎么了？我们有机会了，但他又给了我们1天时间。真的啊？嗯。你们今天一直在一起，都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。真的？真的。吃点泡面吧。干什么？既然有了时间，我们就要组织反击。我现在去召集所有人开会。爷爷。小雅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跑过来？有事儿吗？我听说，苏氏，不，吴总管要和红顶开战了。啊，是。你看到新闻了？为什么？这是在做生意，做生意嘛，就会有竞争。可是妈妈说，生意就是合作。当然，主要是合作，可有些时候更需要竞争。那你会不会对段飞哥和石彤姐怎么样？想到哪儿去了？这只是生意场上的竞争而已。即便是到了最后，红鼎集团输了，我们也会收购的，让段飞和云石彤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那如果是我们输了呢？苏氏就没了吗？这，小雅，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。
知道了你会不开心的。如果是普普通通的生意，我知道了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是不是吴总管又要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？生意场上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寇，是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。爷爷，你从小不是这么教我的，你告诉我要做得正，行得端，不能有双重标准。是，可是小雅，因为你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，只要你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就会很幸福的。可有的人是没有那么幸运的，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，是不得不用尽所有手段的。爷爷，那这一次是不是和爸爸那个时候一样？小雅，爷爷跟你说过，别再提那个人了，把他忘了吧。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和爸爸那个时候一样？不会。你骗人！吴总管根本就不会放过段飞哥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小雅，别再胡闹了。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对吗？段飞哥现在是我最爱的人，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如果吴总管伤害他，我绝对不会原谅爷爷。好了好了，小雅，别哭了，宝贝儿，不哭了。你放心吧，他没事的，爷爷有分寸。爸，利用新闻媒体施加压力，是把双刃剑，弄不好会害人害己。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证据指向我们。再说那些媒体就是墙头草。我承认，你的策略确实很有压迫力，但不要操之过急。我明白。您怎么来了？斯特林集团总裁戴娜刚刚发了一封邮件过来，你看看吧。无理取闹。这算不上什么无理取闹，他们的立场不过是希望天海的三巨头争得越凶越好。如果我们一下子吃掉了红鼎，对他们来说未必有利。他们就想我们三家集团耗尽家底，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这样决定快滚的。既然人家开了口，你也得适当调整才是。学兴，你掌握着关系、资金、信息三重优势，利用这些东西赢得一场商战，算不得什么。是我冲动了。看似在满足各方的条件，实则是从他们没有算计到的地方扩大优势，这才是你需要的技巧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真的听进去了？我不如大哥。既然这把椅子我已经交给了你，你愿意怎么做是你的事儿。不过对红鼎的收购，起码得暂停24小时。
你看着办吧。你累了吧？回家吧。累死了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去吧。你想不想吃点夜宵啊？不吃了，我洗完就直接睡觉了。好吧。现在媒体对我们和苏轼的支持力一半一半，这已经是超出界限了。如果连媒体也站在苏轼那边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先回集团看看吧。我觉得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啊。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我帮不了你是事实啊，我没办法帮你见投资人，管理的事我也不懂。那你就在办公室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，这事儿你熟。如果韩志明在的话，他会帮你不少忙吧？他现在还在国内吗？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跟秦雪联系过了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明天给他发个邮件。问问吧。但是我估计他是不愿意回来的。好吧，我先睡了。睡吧。林总，事情有变化，怎么了？又有一部分投资人和我们断开联系了。但是您不是说苏轼已经暂停收购了吗？我们觉得好奇，就去查看了一下，结果发现苏轼正在将他们自己的股份出售给我们的投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这是用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将我们的股份无效化。交叉持股？意思就是说，投资人同时拥有我们2家公司的股份，这样一来，股东就不会站在我们这边。这样的话，投资人反而会愿意看到一家企业被另外一家企业收购。
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大概有占股权4%的股东保持中立态度。这部分人等于是被苏氏收买了。等24小时一过，他们会立刻将自己的股份抛给苏氏。我们不能反过来买走他们的股份吗？苏氏集团是投资控股旗下财大气粗，光是在资金链上，我们就有量级的差别，不能硬碰硬。刚刚联系了肖总和赵总，他们也买进了苏氏的股份，我们暂时说服他们观望。观望和抛售只是时间上的差别，这样就是1.5%。给我看下文件。志明，今天想吃点什么啊？天天都吃这些外卖。你今天想吃点什么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好好，都听你的。整天心不在焉。喂，你好。韩志明。段飞，你为什么找我？红顶遇到了麻烦，你肯回来帮忙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帮忙？对手是苏氏集团的新总裁吴学兴，他资源丰富，手段也多，云世东对付不了。所以对付不了就来找我了是吧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帮你们？如果云世东允许，我把我的股份全部让给你。段飞，如果我现在去找吴学兴，帮他拿下红顶，说不定整个红顶集团都是我的了。我还用这些股份干什么？韩志明，你这什么话？什么话？段飞，你听清楚了。红顶现在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了。再见。他们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就不要打电话问他们了。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，你就直接让他们问我。韩志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每天都在这看关于红顶的新闻，红顶真的出事儿，你又不回去帮忙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如果到了万不得已，我会帮忙的。但是既然只有段飞给我打电话，这说明他们还能坚持一阵。小雪，你不是还要上班吗？你快去吧，啊！云总，这就交给你了。怎么了？韩志明不肯帮忙，要不要把他抓回来？
跟我走。